Do you get nervous when it's time to speak Chinese? You are not alone. And this lesson is here to help. In today's intermediate Chinese lesson, I'll explain why so many learners feel scared or stuck when speaking Chinese, and show you real, simple ways to overcome fear of speaking Chinese. I'm a native Chinese teacher with over 15 years of experience. I believe the best way to speak Chinese fluently is through immersive learning. So later, I'll speak mostly in Mandar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to help you follow along. Stick around and check the description for bonus learning resources to help you practice. Let's get started. 我是 Elena 老师，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今天我们要谈一个中文学习者很常遇到的问题，不敢开口说中文。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听得懂，读也没什么问题，可是一到要开口说中文的时候，就卡住了，就害怕了。别担心，你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今天我们就来说说5个让你害怕开口说中文的原因，以及怎么有效地克服你的恐惧。第一个原因是发音不够好。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中文发音怪怪的，怕别人听不懂呢？或者更糟，怕被别人嘲笑呢？我问你一个问题，还记得我刚才在影片开头说英文的时候吗？我的英文发音一点也不标准，不但有浓厚的中文腔调，还常常发错音。但是你嘲笑我了吗？还是你觉得没关系，听得懂就好了呢？我相信你应该不太在意我的英文发音。其实大多数的中文母语者也是这样看待你说的中文。他们并不会在意你是不是说得很标准、很完美，而是只要听得懂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的中文发音真的让人听不懂，那就要特别注意了。这时候就可以去复习一些基础的发音跟声调，甚至请专业的老师帮你矫正中文发音。你也可以参考第47集的节目，透过有效的跟读法，自己矫正中文发音。第2个原因是语法不够好。很多中文学习者觉得不敢说中文，是因为自己的文法很差，说错了会很丢脸。但是我想请你想象一个画面，一个小宝宝刚学走路，走一走跌倒了，你会怎么样？你会笑他吗？你会责备他吗？
不会嘛，对吧？学中文就像小宝宝学走路一样，犯错是很正常的。你一定会犯错，但是也因为这些错误，你才会知道怎么进步。所以你应该勇敢开口说中文，就算说错了也没关系。母语者听你说话，看到你努力学中文，其实心里会很佩服你，支持你。而且不说话，就永远不知道自己哪里错，对吧？第3个原因是词汇不够多。有些学生会说，我想说中文，可是常常不知道怎么说。这通常是因为词汇量不够多。但是其实只要你达到 HSK4 或 TOEFL A2 左右的程度，也就是能使用1000个以上基本的常用中文单字，就可以进行简单的沟通。有时候你想不到一个词，也可以换句话说。比如你不会说流感，可以改说很严重的感冒，或正在流行的感冒，这样也可以表达你的意思。重点是用得到的单字才记得住。你越常开口说，学过的单字才会被你牢牢的记住，而不会只停留在看过或背过的状态。所以不要等到你觉得准备好了，累积足够的单字才要开口说，而是从现在就应该开始练习说中文。第4个原因是花太多时间想。有些人其实不是害怕说中文，而是说得太慢，常常花很多时间想文法。每一句中文都要想很久才说得出来，觉得自己不够流畅，也很怕对方感到不耐烦。这种情况要怎么改善呢？答案是训练你的中文脑。什么是中文脑呢？就是说中文的时候，把你平常的思考方式从母语慢慢改成中文，而且不再用母语去解读中文或翻译成中文。你可以去看第13集跟第14集的节目，我在这2堂课里详细的教你怎么训练用中文思考。第5个原因是你比较内向。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的个性比较内向，不太敢在不熟的人面前讲话，尤其是要说外语的时候，更容易紧张，不敢开口。其实我也是这样，在新朋友面前说英文，很容易紧张到说不出话来。那要怎么办呢？我建议你2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跟对方变成好朋友。
你会不会发现，当你跟一个人变熟了，就比较敢说话了呢？所以，如果你想多说中文，可以先从交朋友开始。想知道怎么跟台湾人或中国人变成好朋友吗？可以去看我第9集跟第10集的节目。第2个方法，一开始说一点点就好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比如说，你可以先从简单的句子开始说，以后再慢慢加长。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非常适合内向的人。虽然可能进步比较慢，但是比较没有压力，也不太容易中途放弃。你可以试试看哪一种方法比较适合你。最后，我想对你说，害怕说中文真的很正常。只要你愿意鼓起勇气开口，就会发现，开口说中文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你不需要说得很完美，因为学语言的主要目的就是沟通，而不是通过考试。从今天开始，试着开口说中文，不管是对自己说，对朋友说，或是留言在影片下方都可以。常常用中文留言，也能够间接训练你的中文思考跟口说能力哦。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 a boost on your Chinese learning journey. To access related resources for this lesson and save time on your studies, che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enjoyed this lesson, explore more helpful content in the playlist here. See you there!